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坚持用本名打拼娱乐圈，她的独立女性角色为何更具力量？赵丽颖用本名闯荡影视圈，塑造的独立女性角色彰显女本位价值观。我即具名的特质让作品与个人形象紧密相连。赵丽颖坚持用本名打拼娱乐圈，这句话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比很多人想象中更深的分量。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中，许多艺人为了记忆点、辨识度或商业考量，会选择取一个更亮眼的艺名。但赵丽颖没有，她从踏入行业的第一天起，就用最真实的名字面对所有的机会、质疑与挑战。她用自己的本名在竞争激烈的圈内生长、突破、绽放，这种用真名拼搏的态度，也让她所塑造的独立女性角色更具穿透力与力量感。因为本名意味着真实，而真实是一种无法伪装的力量。赵丽颖的成功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无数个日夜堆叠出来的稳扎稳打。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女孩，没有背景，没有关系，没有所谓的先天优势，在巨大的行业流动中能站稳脚跟，靠的只有努力、坚持与韧性。这种生命力，她没有把它藏在光环之后，而是大方地写在自己的名字里。赵丽颖3个字就是她一路走来的证明。正因如此，她塑造的角色也有了独特的质地。不论是花千骨中纤弱却坚韧的小骨，知否中端庄聪慧的明兰，还是幸福到万家中不为权势的何幸福，她所诠释的女性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点：独立、清醒，拥有主动选择人生的能力。她没有刻意塑造强势的女性形象，但她表演出的力量来自生活本身的厚度，来自她作为赵丽颖这个名字所经历的一切真实体验。赵丽颖的角色之所以能让观众产生共鸣，在于她不仅演出了故事里的女性，更演出了现实中的女性。她让角色变得鲜活、可感、有血有肉，而这种力量正是当代女性最缺也最需要的力量。她们希望看到一个不依附、不妥协、不被标签束缚的女性形象。赵丽颖的成功让观众意识到，独立不需要炫目的包装，而是从内向外散发的自信。观众之所以喜欢赵丽颖塑造的独立女性角色，是因为她没有把女性演成完美模板，反而演成了真实人类。她不神化角色，也不刻意渲染角色的坚强，而是在细微处展现女性面对困境时的犹豫、坚持、隐忍与觉醒。她演的不是被命运推动的女性，而是主动推动命运的女性。这种角色的力量不是靠台词堆出来的，而是靠她的经历、她的理解，她作为赵丽颖本人的成长与蜕变融入表演中才呈现出的。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选择用本名打拼，不只是外在的形式，更是内在价值的一种表达。她不需要重塑一个身份来迎合行业，而是坚持用最真实的自我去面对所有挑战。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宣言，一种坚定的价值观。她的成功不是偶然，她的底气不是虚构。她用本名告诉世界，女性不必依附标签、背景或噱头，也可以凭实力在行业中扎下根来。她所诠释的每一个独立女性角色，都体现着她对自我、对职业、对人生的理解，而不是一个华丽名字所能承载的。如今的赵丽颖早已不需要用流量话题来证明自己，她的作品、她的态度、她的职业精神，都让她成为新一代女性力量的代表。她让观众看到，女性的价值不在于被定义，而在于敢于坚持自我，不断突破自我。在这个标签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女性常常被迫接受外界的眼光与评判，而赵丽颖用她的名字、她的演艺道路告诉所有人，你可以选择不用顺应外界的期待，你可以选择做你自己，你的价值不需要别人赋予，你的力量来源于你的坚持与努力。她用本名走到今天，用真实打动观众，也用角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女性。最后，也想把这份力量送给所有正在努力生活的你们。
名字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份礼物，而你的人生价值需要由你自己去定义。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起点高或低，只要你愿意坚定地向前走，你就能像赵丽颖一样，让自己的名字熠熠生辉。愿所有女性都能保留属于自己的独立与清醒。愿你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像她一样，用真实和坚定走出一条专属于自己的路。为什么王一博的痛感纪实成了治愈当代青年的精神良药？王一博在探索心境2中挑战北美岩壁，从忍受传统攀岩的疼痛到享受超越自我的快乐。节目以顶级纪实手法记录他专注裂缝攀岩、高空扁带的瞬间，将极限运动转化为人生隐喻。应对恐惧最好的方式就是多掉下去几次。观众从中获得活着的澎湃力量与行动勇气。近期站姐拍照法刷屏社交平台，网友却频频调侃唯独拍不到王一博。不是站姐追踪能力不足，而是王一博发起的户外探索纪录片探索心境已再次启程。他的片场在北美险峻的岩壁上，在犹他州荒无人烟的峡谷中。这份硬湖探索精神让探索心境系列收获了专业与大众双重认可。第一季斩获了美国电视界奥斯卡泰利奖金奖，为中国纪录片再获一项重量级荣誉。目前第2季也未播先火，成为腾讯视频首部预约量破100万的纪录片。开播创腾讯视频纪录片历史新高，上线5分钟，腾讯视频热度直破19000。观众纷纷期待这个有澎湃生命力、总能给我勇气、活出生命极致的节目。王一博自己形容第1季是迈出第一步，在不同极限领域寻找未知。第2季则更加明晰自己的选择，深耕攀岩。本季中，他尝试了先锋、器械、深水抱石等多种攀岩类型，更偏爱传统攀岩这一形式。王一博在节目中坦言，一开始很难忍受传统攀岩的疼痛，但后来逐渐能够享受那种疼痛感，体验超越自我的快乐。从沙漠雪山到北美攀岩公路之旅，王一博不再只是浅尝辄止的体验者，而是怀着热爱，将自己投入一个更垂直、更需要心理韧性的世界。在他的具体行动和探索中，观众也获得鼓舞和感触，进而有勇气活出热烈自我。通过顶级的专业纪实手法，对痛感的真实不回避，以及将明星个体成长与大众精神困境深度绑定，探索心境2成功的将垂直的极限运动转化为具有广泛共鸣的公共议题，为同类型内容如何兼具专业深度与情绪广度提供了范本。金牌班底的专业纪实。在美国犹他州印第安小溪炙热的红岩峡谷中，王一博正悬挂在一条名为可可的船屋的裂缝线路上。他的手指紧紧塞进岩缝，全身重量依托于几个接触面不大的岩点。没有滤镜美化，没有剪辑省略，毫秒之间的生理与心理实录被探索心境2的镜头精准捕捉。通过极具沉浸感的镜头语言，节目构建出真实的叙事空间，让观众仿佛置身崖壁之下，共感每一次呼吸与发力。首期节目标题为裂隙之间，外指岩壁形态、裂缝攀岩类型，以及王一博在岩壁裂缝处停留呼吸沉思的状态，内在隐喻人生的抉择岔路。从宏大的航拍视角到跟拍手持镜头的真实细节，节目记录了王一博的每一次攀爬，每一次尝试。户外探险与极限运动类内容的高门槛，要求制作团队既懂叙事，更懂运动本身。探索心境系列的好评，正源于其顶级的幕后配置。节目延续了腾讯视频与 Discovery 探索频道的合作模式，确保了从户外拍摄的设备调试、环境适配，到后期剪辑的节奏把控、细节呈现，再到全程贯穿的安全保障体系，均对标国际顶尖纪实制作标准。与此同时，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徒手攀岩导演、世界级探险家、极限摄影师金国威 Jimmy Chin 担任探索心境2攀岩导师， AMDA 认证攀岩向导、登山运动员、登山摄影师史瑞德 James Ryder Stroud 作为攀岩搭档，
为这趟北美攀岩公路之旅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与安全保障。节目并未停留在专业教学的层面，而是通过一些生活化场景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当王一博在陌生的公路上不小心开错方向，镜头没有回避这个小插曲，记录下了旅途中的几分随性从容。在途中停下休整时，他们拿出自带的牛排与简易炊具，在荒野中支起烤架自助烹饪，瞬间从岩壁上专注坚毅的探险者回到了围炉共话的烟火生活，让节目极具代入感与温度。凭借极限运动经验与纪实创作视角，金国威也总能在关键时刻点明本质。他曾对王一博说，攀岩会迫使你陷入不适的处境，并要学会挣脱。它的本质是面对失败，你不会选择轻松路线，而是一点一点攻克难关。这分明就是人生的绝佳写照。考虑到高强度攀岩对体能的消耗，节目组并未安排密集的连续攀爬，而是在行程中巧妙穿插了高空扁带、山地自行车等交叉训练项目。连续6年蝉联女子高空走绳世界冠军的费斯迪基与山地自行车车手肯尼高汉分别提供技术指导。这些项目看似与攀岩不同，实则有着异曲同工的精神内核。高空扁带要求在失衡边缘专注呼吸，调整重心；骑行时则需在颠簸中紧盯路况，把控节奏，本质上都是让参与者剥离外界干扰，将注意力牢牢锁定在当下的每一个动作上。通过核心主题在不同场景中的反复印证，节目既提升了观看的趣味性，也让其传递的精神内核更具说服力。自我探索的一种样本。在这类极致的挑战中，王一博的成长轨迹被刻画得无比清晰。他从最初坦言寻求疼痛或风险上的刺激，到逐渐领悟攀岩是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过程中也映照出许多当代年轻人的内心旅程。在节目上，王一博分享到，他一直在思考什么事情值得选择，值得专注地做，而攀岩带来的挑战带给了他答案，让他找到活着的感觉。录完第1季就觉得这是我想要的生活。攀岩无时无刻不在让我突破困难，超越自我。卡斯尔顿塔的攀岩经历成为这份自我探索的生动注脚。这座矗立在犹他州峡谷中的砂岩高塔，其北壁的传统节组线路以狭窄裂缝、垂直岩壁著称，是难度高达 5.10C、5.11 对技术与心理素质要求更严苛的线路。值得一提的是， 5.10、5.11 是业余爱好者很难突破的一个瓶颈。在攀登过程中，王一博深切体会到平地里都能完成的动作，在高空却很难完成，需要克服巨大的心理压力。面对难度达 5.11 的全塞裂缝，他需要通过旋转手腕形成压力点，才能支撑身体向上移动。在首次尝试时，他也一度找不到合适的受力方式。在瑞德的指导下，他调整呼吸，改用侧拉技巧将身体重心贴近岩壁，最终成功翻越这个难点。爬裂缝不能只用你的手，要动用整个身体。这段持续数小时、难度进阶的多段攀爬，不仅考验着他的体能和技术，更是一场心理韧性的磨练。从最初的迟疑到逐渐掌握攀登节奏，王一博在垂直的岩壁上完成了对自我边界的又一次拓展。与攀岩搭档史瑞德协作爬至岩壁中断保护站后，史瑞德向王一博分享了攀岩的2种快乐，第一种是过程中的纯粹享受，第二种则是在攀登时充满抗拒、筋疲力尽，直至完成后方较值得、尽兴。王一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坦言自己更享受那种需要付出努力与坚持，在突破自我后获得的深层满足感。这种对成长过程的真实呈现，在观众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很多网友形容节目有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带着我们的眼睛去看世界，感受神奇的大自然。另一些高赞评论也提到，当下非常需要这种可以给自己打气充电的节目。这些声音揭示出，当下年轻人渴望的并非轻飘飘的娱乐，而是能够映照自身困境，
提供精神参照的真实叙事。而探索心境系列正是呈现了一个关键的生活哲学：真正的成长往往源于那些不舒适却值得的体验。在探索心境系列中，镜头直面痛感，不曾回避王一博第一季在高原反应时泛白的嘴唇与颤抖的手指，也记录了第二季100米高空扁带行走时的恐惧与坚持，以沉浸式跟拍解构了偶像全能的认知偏差。但给到观众们示范与启发的是，王一博会以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突破边界为准则，践行着理性的探索精神。这让王一博的每一步都带着清晰的目标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份可信的成长参照。例如在100米高空尝试扁带行走时，每次绳索猛然拉住下坠的身体时，都是对心理极限的直接冲击。然而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坠落与重新开始中，他逐渐领悟到，恐惧很好，它代表了你的头脑还在运作。随着练习的深入，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自由又安静的心理状态。即便结束训练后，他也一直在回味这奇妙的感觉。正如费斯·迪基所言，在高压下培养的专注与从容，最终将成为应对其他困境的能力。当观众目睹王一博在垂直世界中用全身聆听岩石脉动，用专注回应内心恐惧时，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面对自身挑战的勇气，以及实现下一个目标的信心和方法。大众共鸣的精神出口。尼采说，成长要经历3种动物形态的心理转变：骆驼、狮子和孩子。从更深层看，王一博的探索轨迹恰好印证了这种精神3变。在第1季中，王一博从承载外界期待但内心疲惫的骆驼，转变为勇于打破常规、敢于说不的狮子。到了第2季，我们看到他身上开始显现孩子阶段的雏形，即那份不为对抗或证明，而是发自内心去体验与创造的自由状态，正在镜头中变得清晰。这种仍在延展的成长路径，让探索心境系列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了一次极限运动之旅，更成为照见当代人精神困境的一面镜子与一个出口。如今这个时代，太多人被不确定性包裹着，职场里担心行业变动，不知道当下的努力是否有未来；生活中纠结选择方向，怕一步错就偏离轨道；甚至连日常里的小事都容易陷入内耗。应对坠落恐惧最好的方式就是多掉下去几次，这不仅是金国威对攀岩心态的指导，更给现实生活的深刻启发。只有专注在脚下的路，让当下无法顾及其他事情，才能克服对于未知的恐惧。节目中，王一博面对全新挑战时的探索方式，也给出了破解内耗的良方。在山地自行车挑战中，面对斯利克岩崎岖的陡坡，他一次次尝试调整，最终成功翻越。事后他复盘感悟，和攀岩一样，要根据地势起伏选择路线，身体的导向、重心的切换都是相通的。这种将过往经验复用，在行动中校准方向的智慧，打破了未知及恐惧的桎梏。当他专注于脚下的路，与岩石和大风对话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体如何能够鲜活完整，尽情创造生命意义。有网友感叹，被王一博澎湃的生命力和天高海阔的心境再次深深震撼。当你在人生的旷野里撒足狂奔的时候，不管你是上天入地，还是飞檐走壁，那一刻，这整片星河宇宙就是你的。看过节目之后，我也生发出用探索自然、专注脚下的心态面对生活的念头。在一次山林徒步中，我脑海里最常浮现的一句话就是“眼前事，脚下路”。走一步，心里就默念一遍，行动与话语开始呼应，更加切身感受到当下。看着每一次即将要落下的脚步和每一小块装下脚印的土地，突然就意识到这就是那些具体的行动。因此，这部纪录片像是一份面向时代的心灵处方。它提醒我们要从想的困境走向做的解答。与其在原地纠结选择哪条路，不如像选择攀岩线路一样，先迈出一步，
在行动中校准方向。同时，所有极限的挑战，其终点并非征服，而是回归。当镜头跟随王一博从岩壁回到营地，从高空回到地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次次冒险的完成，更是一个探索者将极限体验内化为生活智慧的完整过程。这种在失衡与平衡间寻找支点的能力，正是当下每个人最需要修炼的人生功课。节目所传递的这种价值观，在观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正如网友所言，不活时间的长度，而是宽度。人生就一场体验，成功没有标准定义。这些发自内心的感悟，印证了节目所展现的向上生命力，精准地回应了时代的某种稀缺。探索心境系列也让观众意识到，尼采所形容的孩子般自由的精神境界，并非遥不可及。当我们学会在各自的岩壁专注前行，在生活的裂隙之间找到向上的支点，我们就有机会在平凡日常中活出那份久违的蓬勃的生命力。毕竟，每一步攀登都算数。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